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紫雲健康頻道的苗醫生。屏幕前的女性朋友，你是不是每次大姨媽來就痛得想打滾，甚至痛到惡心、出冷汗，影響正常工作和生活？這可不是正常現象。更關鍵的是，90%的人感覺疼得厲害了就吃止痛藥，甚至認為女人痛經是正常現象。今天這期視頻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個中醫婦科醫生才會用的痛經分類法。大家不需要懂深奧的經絡穴位和辨證知識，只要對照這表裡的症狀組合，就能像中醫一樣給自己辨證，然後去藥店準確地買到對症的中成藥。看完這期視頻，你不僅能解決眼前的疼痛，還能學會一套簡單有效的自我調理方法。記得點讚收藏，把這份止痛秘籍分享給身邊所有受痛經困擾的姐妹們。好，我們先來看一看中醫是怎麼看待疼痛的。用8個字概括，就是不通则痛，不溶則痛。實證不通則痛，就是堵住了。想象一下，一條水管被淤泥堵住了，水流不暢，壓力增大，是不是就會感覺脹痛、刺痛？痛經中的實證，就是因為淤積堵塞、氣血運行不暢導致的。疼痛時間通常發生在月經來臨之前或行經初期，因為經血正在往下排，遇到淤堵就會劇烈疼痛。虛證不溶則痛，也就是餓着了。想象一下，你太餓了，體力不支，肌肉得不到營養，是不是會隱隱作痛、酸軟無力？痛經中的虛證，就是因為氣血不足，子宮和衝任二脈得不到足夠的滋養，就像餓肚子一樣導致的隱痛。這種疼痛時間通常發生在月經快結束或月經來潮之後，因為經血流失，氣血更虛了。統計研究發現，幾乎80%到90%的痛經患者都屬於實證，所以藥店裡我們能買到的治療實證痛經的藥也最多。下面我們就先來看實證裡最常見的4種症型。第一種，寒凝血瘀型，這種最好判斷。你摸摸自己的小肚子，是不是有冷的感覺？或者你特別想用熱水袋敷，敷了就舒服一點。再看看月經的顏色，是不是發紫發暗，還夾雜着血塊？如果這些症狀都符合，那就是典型的宮寒，中醫叫寒凝血瘀。這種情況該用什麼藥呢？首選是艾附暖宮丸。為什麼？因為裡面有艾葉，能溫經散寒，還可以用烏雞白鳳丸，它既能溫暖子宮，又能補氣血。除了艾附暖宮丸和烏雞白鳳丸，還有3種專門針對寒凝血瘀的中成藥：田七痛經膠囊、痛經寶顆粒、少腹逐瘀顆粒。這3種藥有個共同特點，就是除了活血化瘀，有的還加了小茴香、肉桂，無助於這些溫經散寒的藥材，所以它們特別適合得熱痛繭的人，就是熱敷貼個暖寶寶，喝熱水能緩解疼痛的那種。第二種，氣滯血瘀型，這種怎麼判斷呢？除了小腹痛，你還會感覺兩側胁肋痛，乳房也脹痛，月經顏色同樣是紫暗色，有血塊，這種就是氣滯導致的。為什麼會氣滯？最常見的原因就是情緒不好，生悶氣，壓力大，肝主疏泄，情緒不暢就會肝氣鬱結，氣滯了血也跟着瘀了。這種情況用什麼藥？氣滯胃痛顆粒。大家可能會問，胃痛的藥怎麼能治痛經？因為這個藥裡有鹽胡索，這是一味非常好的活血止痛藥，它既能疏肝理氣，又能活血止痛，一舉兩得。這個藥的詳細組成，大家可以回看我們之前的視頻，慢性胃炎到底該吃什麼藥？還有一種選擇是益母草口服液，它專門針對氣滯血瘀型痛經。如果你平時情緒不太好，容易肝鬱，乳房經常脹痛，就可以選這個。第3種，濕熱鬱結型，這種類型的典型表現是什麼？黃帶，也就是分泌物是黃色的，這往往提示有婦科炎症，可能是盆腔炎之類的急性炎症。如果你既有黄帶又有痛經，那就是濕熱鬱結型，這種情況就用四妙丸。四妙丸裡有個很好的藥材叫牛膝，它既能活血，又能把藥力往下引導，直達病所。第4種，继發性痛經，這裡要單獨說一下這個繼發性痛經，也就是有子宮內膜異位症、腺肌症這些西醫診斷的痛經。中醫把這類問題叫做真假，就是體內有包塊結節。這種情況可以用散結鎮痛膠囊，它裡面有龍血結、三七這些藥材，能軟堅散結，既能消掉包塊，又可以止痛。虛症痛經相對少見，但也很重要。
它的特點是疼痛發生在月經後期或者剛來完月經的時候。我們再看一下虛症裡常見的症型，氣血虛弱型。這類患者的痛法跟實症完全不同，它不是劇烈的刺痛、脹痛，而是隱隱作痛，綿綿不休。而且月經往往會推遲，來的時候量也不多，顏色淡紅。最明顯的特徵是什麼？整個人看起來很虛弱，神疲乏力，不想說話，臉色也沒有光澤。這種情況怎麼辦呢？如果只是單純的氣血虛，用八珍丸；如果除了氣血虛還特別怕冷，那就用十全大補丸，因為它比八珍丸多了黃芪和肉桂，更溫補一些。或者直接用烏鸡白鳳丸，它能補氣血、調陰陽，而且偏溫性，特別適合虛寒體質的人。還有一個選擇是復康寧片，它除了補氣血的黨參、當歸，還有理氣的香附，既能補虛又能疏肝，適合氣血虛又有點氣滯的人。說完了臨床上的主要類型，我們再看看有兼症的情況。很多女性朋友不光痛經，還會在月經前後乳房脹痛的厲害，甚至碰到衣服都疼。這是怎麼回事？乳房脹痛，首先就要想到肝氣鬱結。為什麼？肝經循行路線正好經過乳房，肝氣不舒，經絡不通，自然就會脹痛。如果只是單純的乳房脹痛，我們可以選3種藥。第一种，我們上面說的氣滯胃痛顆粒，因為它裡面的鹽胡索能止痛。第二種，四逆散，專門疏肝解鬱。第三種，逍遙丸，也是疏肝理氣的經典方。如果你不止乳房脹痛，還特別煩躁、易怒，有點事就發火，這時候就要用單支逍遙丸了。它比普通逍遙散多了丹皮和梔子，能清肝火。這裡我再給大家分享一個不用吃藥的方法，做運動，比如以前的廣播體操裡的體側運動，這些動作能拉開肝經，讓氣血流通起來，氣一流動，自然就不堵了。最後有個提醒，月經量多的痛經要特別慎重。如果你月經量特別多，而且痛經，最好不要自己隨便用中成藥，要去醫院看醫生，開湯劑。為什麼？因為出血量大的情況比較複雜，用完劑效果不一定好，而且你自己不熟悉，容易用錯。像一些活血的藥，反而可能讓出血更多。所以月經量多的情況，還是交給專業醫生来處理更安全。還有的朋友會問，經期能不能泡腳？這也要看月經量。如果量不多，泡腳沒問題，還能活血。但如果量本來就多，泡腳量會更多，就不太合適了。好了，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視頻內容。我們把痛經的核心病機總結成8個字：不通則痛，不容則痛。怎麼區分實和虛呢？記住3個要點。第一，看時間，經前和經期前半段痛經多半是實，經後和快結束時痛多半是虛。第二，看月經，顏色暗紅發黑有血塊是實，顏色淡紅質地稀薄是虛。第三，看痛法，刺痛、脹痛、劇痛是實，隱隱作痛綿綿不休是虛。第四，看舌頭，舌質紫暗有瘀斑是實，舌質淡白沒有血色是虛。我把痛經的症型和中成藥選擇放到屏幕上這張表格裡，大家可以截圖保存。記得關注紫雲健康頻道，我們下期視頻再見。